爷爷奶奶，你们这怕是遇到电信诈骗了。不能吧？如果是骗子的话，那他们怎么会连我们这么多年前买过理财、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都知道？很明显啊，理财公司卖了你们的信息。那不可能吧？麦黎，当时你帮我们去追这笔理财的时候，对方也说了，公司会负责到底。这7、8年过去了，我估摸着轮也要轮到我们了。这家公司你以前去过，你能不能帮我们去问问啊？我建议你们啊，赶紧报警，说不定这钱还有追回来的希望。小王这个人呐，还是挺好的，那不会是骗子吧？再说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那行吧，要不然你们再去问问小王。小胡，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想帮啊？不是我不想帮，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帮。麦黎，你是还在气离婚的事情吧？这哪跟哪儿啊？都过去很久了，好吧？我明白，当初是我们志远抛弃了你，有了新的家庭，现在他那位又马上要生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表个态，这个钱留给小丁，所以你要上心。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小丁心领了。但丁丁是我的儿子，我能养活他，不用你们操心。时间不早了，要不你们先回去吧，明天丁丁还上学呢。你看看，你把话讲得这么绝，那不合适吧？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既然你这个态度，行，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现在这桩麻烦事的根子还在你，根子在我，搞错了吧？啊，你们的钱可1分都没有打到过我的账上，那不对吧？当年100万拆迁款，我们是想养老来着，后来理财没了50万。是你说的，把剩下的50万给小丁买教育年金，养老你来负责，是不是？现在你和志远离了，那我和小丁爷爷的这笔钱，你也得还给我们吧？这是两码事啊！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我跟丁志远分不分，跟孩子没关系吧？他总归是你们的孙子吧？话不是这么说的。钱给出去了，怎么用，实际都在你，我们是不知道的。再说，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爷爷奶奶帮是福分，不帮是本分。既然你不想帮我们去把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想帮你养孩子了。我最后再说一遍，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当初也是你们点头答应的吧？我们现在反悔了，反悔就能把钱要回来吗？那你们去跟骗子反悔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小王不会是骗子。是，小王不是骗子，他只是根据你们的智商再重新分配你们的财产。你这就不对了嘛！你这怎么跟我讲话呢？这是没事的时候看不起人，有事就来找我。我是人好，不是人傻。你怎么来了？我叫他来的，去书房说。我的状况你也看到了，
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肯定是没有以前好。我爸现在又这个样子，瘫在床上，钱我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跟你爸妈一定要闹的话，那就别怪我做事难看。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放心，这钱肯定是留给你儿子的，这点我可以保证。我信。那就请你出去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好吧？哎，你走呀。你怎么了？这是？没什么，都是我自作自受。她怀孕了，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个的，稍有不顺心就给我脸色看。我就奇怪了，你怀孕的时候也没这样。我也想啊，但我哪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给你脸色看，最后倒霉还不是我自己。我让他闹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想着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一下，可没想到你一下多出了3个祖宗。你原本想着负负得正，但过日子哪里是做数学题这么简单？丁教授，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活该。是啊，自作孽不可活，我活该啊，都是报应啊。我也不嘲笑你了啊，你真的抑郁了，对儿子也没什么好处，自己调整心态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了，以前你为我做了很多，也为我背负了很多，可那时候的我竟然没有感受到。你要是早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你推河里去。志远，说什么呢？非得躲着我跟你爸？哎呀，小赖的！老丁，有些话呢，不知道你想不想听？你说吧。你爸妈呢，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人年纪大了，就会任性，会无理取闹。这时候做子女的就该硬气一点，不能什么都惯着他们。就像我爸，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听话、不吃药、不看病，我就管他骂他，他现在就不会脑梗住院。这是我的经验啊，听不听在你。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觉得我说多了，别不高兴啊。啊，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谢谢你。志远，刚才在书房里他跟你说什么？没什么，爸妈，你们报警吧。报警报警，没上当受骗，报什么警呢？是啊，志远，胡曼离三言两语就把你糊弄过去了，他那是赖着我们家的钱不想还。你们以后别再找他了。算了，这个事情你别管了，我看出来了，你对付不了他。我说了别再找他了，听不懂吗？听我的，上车回家。
这什么？您不是说我跟文草草必须要走一个吗？我选择辞职。你就这点出息啊？我是认真的。之前智能4S店的扩张跟加盟，您是要我负责的。后来朱生豪跟惠州店闹出那么大的乱子，无论是对集团还是对外面的舆论，都需要有个交代。我应该负责任，所以我辞职。10几年前，您从学校辞职，带着我出来闯荡。那时候您比现在年轻，你跟我说，边亮，我最喜欢你的就是对市场的敏锐度。我们所学所识都要扔到市场去。市场是检验一切的真理。这个城市是我们的，且有的干。您说的两眼发光，我听得热血沸腾。可是10几年过去了，现在呢？您把我们这一个小地方给圈起来，把真正的大市场隔绝在外面。我当然相信，以您的学识判断跟市场的经验，您完全知道，直营跟网络销售是以后必然的趋势。但可能这些对你来说也不重要。赫拉的大权在握才是您的大局观。也就在这个前提下，朱生豪那些小手段才玩得转吧。哎，你是准备跟我翻旧账了哈？我怎么能翻您的旧账呢？账本在您自己手里边，这个道理我是懂的。你说好了只做内容，不管江湖，是吧？可是你没少跟我作对啊。我也是肤浅了。其实从赵显来公司的时候，我已经就没得选择了。我也累了。这危机和机会始终是相伴的，啊！你刚才说我紧握赫拉大权是我的大局观，那做梦都想往上爬，不就是你的大局观吗？那现在，就是你突破这个天花板的最好时机，你这不明智啊！老师，但我心里边那个底线，我老也突破不了。无论站在哪一面，我都觉得心亏。我要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多年的培养、提拔、教导，谢谢您。哦。那些小职员人辛辛苦苦签下的单，那业绩还是要给人算的，要不然以后公司没有人认认真真工作了。
走走。哎，朵琳姐，你没查邮件啊？什么邮件？集团刚刚的公告，边总辞职了。快查呀！你给我准备的这个投资的计划，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债券和股票都非常符合我的投资理念。至于重疾这一份嘛，我看还是先算了吧。上次你说不需要高端医疗，我给你准备了一份重疾险。这次我们公司的重疾产品都是针对女性客户的，保障的种类都是以妇科疾病为主的。啊。那是不是需要做体检啊？对，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你身体应该没问题吧？没什么问题。但是我现在呢，还是想把钱花在一些比较有升值空间的投资险上面。关于生老病死这么沉重的话题，我现在暂时不想考虑。那也可以，可以。反正你现在还年轻，等过几年，再考虑吧。好啊，那我们就签约吧。这样，那我再把这份合同带回去修改一下，大概1、2个工作日。然后你要有什么任何的想法，你随时跟我联系。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然咱们回去吧。你一个月多少工资啊？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你们当护工的，医院是给你们按月结呢，还是按天结算？按月。挺辛苦的。你以前在学校学什么的呀？是学医的吗？当年我女儿，我就想让她学医，她不听我的。其实我想让她找一个小伙子是学医的，嫁给他，她还是不听我的。那现在您女婿销售，做销售的，我也是做销售的。以前是，现在不做了。所以就来当护工了。年轻人好，能吃苦，能耐劳，多好呀！结婚了吗？结了。我有个太太，而且她也挺贤惠的。也挺辛苦的。是啊，这人呢，就是
你有目标、有方向的时候哈，辛苦点好像也没关系，身上有劲儿。但是最近我感觉好像有点儿找不太到方向，老感觉在原地打转儿，有点累了。你说累，这人来到世上谁不累啊？啊，你就说我这个身体，我还不得硬撑着？我就是舍不得我那女儿，她已经成家了，也挺不容易的，我不想拖累他们。哎，累了吗？好好吃饭呀。好好睡觉，好好活着，对不对？哎呦，我一说到饿了，一说到吃饭就肚子里咕噜咕噜叫了。那咱们就回去吃饭去好吗？回去吃饭喽。哎呦，吃饭了，吃饭了。哎呦，吃饭。心彤，我这次见你，觉得你变化很多。变得非常的职业，你肯定在下面下了不少功夫吧？哎呀，我笨鸟先飞呗，肯定得比人家更用心一些。真的很用心，而且你非常善于思考。其实我之前接触过很多保险的 agent，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给我做出像你这么贴合我所有需求的方案来。你以后在这一行业肯定会大有作为的。嗨，我这个年龄了，才出来工作，我也不奢望能有什么作为，就是至少能证明一下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事的吧。当然可以，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好饭不怕晚，而且你的能力一点都不比边亮差。哎，说起边亮，他应该很支持你出来工作吧？支持，很支持。只是这么多年我都在家里，他也习惯了。现在我突然出来，他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好，那我是你客户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他，这是咱们女人之间的秘密。好，谢谢你。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男人挺蠢的，不过，在边亮的心目中，你和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是他这个人还需要一些历练，还需要提升他的认知。啊，其实平静的生活挺消耗人的，消耗一切，包括生命。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但是其实有很多女人很沉迷于这种优越的消耗，她们会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瑜伽、绘画、音乐、酒吧、漂亮的衣服等等这样的事情上，而你却有勇气去选择迎接这种艰难的挑战，我很佩服你。每个人对于生活的理念和喜好都不同吧，大家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就行。我觉得边亮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的，我想帮他分担一些。我们可不像你和你的男朋友那么优越。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我们分手了。哎，边先生，刘医生，怎么样？你母亲今天好些没有？好像反正时好时坏吧。刚才反正又认出我来了，然后说是不用多管他的事儿，但是我就想问问他这个状况有没有什么药物以外的其他的方法能辅助他治疗？哎呀，这个病啊，会让病人慢慢的自我妥协，丧失个体感。我们也确实有一些辅助的方法，但主要是从病人的以前从事的职业，还有兴趣爱好上去着想。就好比他以前如果喜欢艺术啊，喜欢音乐啊，烹饪啊等等，所以我想，你看老太太有没有这方面的专注点？
让我想想，我回去也跟我太太商量商量。那成，那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了啊。好，随时联系啊。好嘞，好嘞。新东。我们也确实有一些辅助的方法，主要是从病人的职业和兴趣爱好上下手。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早回来了，没去公司。我去你妈那儿看了看。哦，她怎么样？我还说明天去看她呢。还行，还挺好的。就是有时候还是气不起人来。唉，最关键的医生说，其实他是需要有人多跟他交流一下，多陪伴一下。我是想到一个办法啊，妈不是以前是做会计的嘛，然后我想她对数字啊、对票据应该是比较敏感，然后我就在家里边划拉了划拉，把之前的一些发票啊、收据啊、过路费啊，把那些票据都收集到一块儿给她送过去了。我让她帮我整整账，别的没什么，就是想让她把脑子再动起来，身体嘛用进废退，勤动着能好一些。这你想的办法。谢谢你啊。谢倒不用谢，但是我觉得你可能真得多拿出点时间跟精力来陪陪你妈，而不是干这些你所谓想干的这些事儿。是，我知道，我今天对我挺重要的，我见了一个客户，签成了一单大的。哎，我去做饭，一会儿咱们庆祝一下。东晓是吧？啊。对不起，我今天翻票据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你怎么随便翻我的东西啊？我们这一行是要替客户保密的，客户是有隐私的，你怎么那么不尊重我呀？我跟你说了，首先是我翻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我没有不尊重你，但是也请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你什么意思啊？我把保险卖给你的朋友，不是，卖给你的初恋女友，你没面子了是吧？人家东晓都知道支持我，你怎么那么狭隘？我狭隘？不是，你做这些事之前，你有没有过脑？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我觉得你现在真正应该拿出精力、拿出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去照顾你妈妈，而不是拿我的朋友圈，然后去实现你的什么人生价值。边亮，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你也不想想，我一直在带孩子，我当了这么多年家庭主妇了，我跟这个社会早就脱节了。我除了认识李曼、认识余光，我还认识谁啊？连你的朋友都知道来帮帮我，你却觉得我在利用你是吧？我真有点不认识你了。说实话，我卖保险跟你卖车本质上没有区别。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卖车那行，我跟你一块卖保险吧，好不好？怎么就不明白呢？那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哎，别人怎么看我呀？啊？我是怎么了？养不起家了，交不起房租了，交不起房贷了，我养不起你了，还给孩子交不起学费了。我40多岁我就这么失败吗？我得靠老婆出去卖保险挣点钱补贴家用吗？啊，我也太他妈没用了吧我！你不可理喻。好，我妈的事儿我感谢你啊，从现在起不用你管了，由我来管。还有，我谢谢你跟我说你的心里话，让我可以重新的认识你。不是我说的是什么呀？那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哎呀，哦。哎，哥，还没走呢。没走呢。你们先走吧。走了啊。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你在这儿干嘛？明天我就要用这个办公室了，我提前熟悉环境，怎么了？不行吗？正好帮你边哥把东西收拾一下啊。明天交接完工作，我要用这个房间。交接工作完成之前，这还不是你的地方呢，你最好出去。曹操，你跟谁说话呢？什么态度啊你？我告诉你，以后边亮护不了你了，明白吗？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给我态度啊，长点心啊。干什么呀？没事，你继续。没事。来吧。怎么了？按理说，在人事调整之前，你是不能使用这个办公室的哈。我拍下来发公司群里，看看大家什么反应。哎，你干嘛？温涛嫂，
你给我等着啊，你等着。哎，你怎么走了？哼！哎呦喂，我的天哪！哎，你怎么来了？这叫什么心有灵犀吗？啊！来，华哥，来，怎么回事？这是？你是让心痛给轰出来的吧？哟呵，以己夺人呢，让李麦给撵出来了吧？哎，我现在啊，我就是一合同，啊，就在这门框跟门缝中间挤着的那合同。门框是我妈，啊，然后这门呢，就是李麦。早晚有一天呀，我碎给他们看。哎，不容易啊。你什么情况啊？也都差不多吧。公司里边一堆事儿，家里边也是。哎，也跟这串差不多了，外焦里嫩，你知道吧？乱七八糟。嘿，哟，你怎么也来了？华哥，哎，给我烤2串素的。哎，不是你们约的？你这没约呀？你从哪儿来啊？穿成这样，刚下班啊？我就记得小时候来您这儿的时候，您这女朋友啊，隔3差5就得换一个。可是这回我回来，看见嫂子，你们2个这么稳定，这么幸福，我真挺惊讶的。您这心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就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它比较复杂啊。我现在就是突出了一个字儿，累了。来吧，来，华哥，咱一块儿。来，但这小串儿真香，华哥，哎，你说你这小味儿做的这么好啊，你是没开一连锁店呀？你说我们现在一想吃，还都得奔这儿来。你在我们家门口都开一个啊，要不然回头咱们呀，一人入一股，那就赚大了。我看行。这钱挣多少能够啊？哎呀，我就觉得啊，你们截长补短的来看看我，咱们吃点，
喝点，这不好吗？你们现在这心里头啊，家里的事儿啊，真是也是都乱。我吧，就早上起来吧，沏壶茶，看着湖面，我10分钟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想清楚了，就捋顺了，捋顺了，它就不乱了。是，没错。哎，我刚才说那句话是不是让他不高兴了？我去看看，我看看。来，咱再喝一个。那妈那些票据什么的，得找机会给她送过去。累了就歇会儿啊。不累。欣桐啊，这可是我的专业，我的强项。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大厂所有的账面都是靠我这个算盘打出来的，我能做到精准无误。哎，你别陪着我了，去忙你的。我今天没事儿，我今天就在这儿陪着你。林总，剩下的这些我找个货拉拉给你送回家吧。好，谢谢。林总，哎，林总，过来看看我们。林总，我送你一程吧。离职又不是离世。你看这孩子，总拒绝我意思。您要是开车以后经过咱们公司，您就上来，喝点茶，随时。嗯。哎，都干嘛呢？工作了，工作了。爸爸回来。朱总，那您看办公室里那些杂物怎么办？给你了。真的？扔了。哎，好嘞。
行。就到这儿。哪儿弄这么一堆破烂来呀？啊，水果留下，其他的赶紧弄走啊！怎么还破烂？这是我公司的这些资料，不是后边还用呢。还有用你往家里拿，你怎么不搁你们自己家去？公司最近调整办公室，我这不你这离着公司近嘛，我过阵子还搬走呢。什么调整？你糊弄谁呀？啊？不，你这是不是又跟新彤吵架了？要不就跟你们领导又闹什么矛盾了？把人得罪了，轰出来了，能不能盼我点好啊？心头好着呢。哦，公司领导，哎呀，公司不就是这些调整一些内斗的事儿吗？哎呀，你公司你不知道？不是我说，你说就你们公司这点破事儿，哎，你说你哪一点优秀的基因是遗传我的了？要个儿没我高，能力，你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就这么仨俩人家你都掰扯不开。你看我当年在部队上。手底下好歹也管着上百号人呢，那都弄得井井有条，下到战士，上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提起边疆来，没有不树这个的。你行吗？你不行啊，儿子。嘿，哎呀，真是。哎，爸，那原来山院里边那头牛呢？什么牛？什么牛？哎，那。早上您给吹跑了吧？啊！嘿，小子，这你倒挺快的你。好了，所有的任务已经分配完成，大家都清楚了吗？清楚了。我不清楚。咱们这个部门啊，在人事变化之后呢，廖总非常关心我们的发展，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出200%的努力，我们一定要比以前有所进步，好吗？好。散会。我有疑问，我不清楚我的分工，你没有给我任何任务。你的任务，待会儿咱们去办公室说。散会。我希望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为什么所有人都有任务，就我没有？好啊，既然想当着大家伙的面，好，那我就告诉你，你现在的任务是去帮我买几盆绿植。什么？从今天开始，你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后勤，帮我把办公室那几盆绿植换了。这办公室啊，风水不太好，太晦气，我打算变变布局。不好意思啊，这不属于我的业务范畴之内。我说你的业务是什么就是什么。从今天开始，你要无条件的服从领导对你的安排，不要像以前那个人一样啊，不听从指挥，所以结果你也看到了。如果有好领导，指挥有方，我当然愿意服从。可如果有些人没有领导才能瞎指挥，或者故意刁难别人，我拒绝接受。你说谁没有领导才能呢？如果连这个都听不懂的话，我说的是谁就再清楚不过了吧？文草草，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你没招啊？嗯？你信不信我开除你？用不着，我自己辞职，辞职信我都写好了。不奉陪了。
是。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我就是想让他冷静冷静，是吧？那太年轻，这种性格在社会上以后，这早晚得栽跟头。啊，不能像他这样啊！散会。